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大将社的计算王最后两款成员钢鞭和光速。只凭一张开页的说明书，变形指示还是非常详细的。然后人物卡我中奖了，带了3张，2张光速的。配件内容：计算王合体的一只大脚。 也是可以变成最后一个炮台的形式嘛？等组合的时候我们再来看。钢鞭用合体大手，还有这2个零件是在机关炮的肩膀上边进行一个加强的，在组合形态下可以锁住肩膀，在单体的情况下也可以在飞机上有一个很好的遮盖效果。玩具人形包装，单体的高度都在10.5公分左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光速，和我们概念中 G1形象的计算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它这回融入了一些半原创的设计风格，造型来说还是挺好看的，身材的比例很匀称，胸甲这一块的位置也做出了倒三角的感觉。侧面看，背包的尾翼凸起，显得有一些厚，但是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啊，倒是也在接受的范围之内。头部360度旋转是球形的关节，肩膀基本上可以举平，来回的旋转没有问题。 同时，因为变形的需要啊，肩膀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下托的关节，也是可以增加它的活动范围。2头肌左右旋转，胳膊肘屈臂，幅度还是挺大的。这里边有2段的关节作为最后的伸缩，手腕可以旋转变形的需要，360度的转腰，甚至还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。前踢可以踢平，后踢不干涉，侧抬没有问题。 大腿根部360度旋转，腿部这里也能屈腿90度，脚踝左右独立的接地关节。所以整体来看，这款光速的人形完成度是非常不错的。360度转圈看看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头胶窟窿，该用堵的地方都给你用板子堵了起来。那我们开始变形一下，首先小枪摘掉，把这个地方的枪口折一下，最后做车形的收纳。变形第一步，先把拳头 跟这一块的关节折出来，旋转一下，让这个拳头变窄，然后卷到小臂里边进行隐藏。手臂上方这块车窗的位置打开，下方这里有一个连接的插扣，通过双关节固定上去。上方肩膀这里90度直接立起来，然后通过胳膊肘的双段关节给它缩短。变形的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这个 门板拼合起来，这一块侧面处理完成的效果还不错。2个手臂收纳好，脑袋旋转180度，别在下边露这个脸吃灰。翻到背包来，整个把这一块延展开。后方这里是一个 Z 字的双段折叠关节，前方这里有一个车窗，我们把这块窗户也撸起来。根部这里其实是有另外的一个插扣，把它固定起来。 最后扣下去的时候，等于是支撑这个车顶的位置啊。全部掏开以后，腰部先拧个180度，侧面的这2块裙甲，我们往上翻折，贴到这上面去。先把大腿外边包裹的这一圈提上去，也是相当于解锁开了这一块，再旋转根部，再拉下来进行锁定。 让大腿前后换了一个面儿，这个时候再旋转180度。注意一下这个操作，先把它这个腿环拉到上面去，解锁开光转下边的这一层，再拉下来锁住，然后再整体旋转180度。小腿变形，腿肚子这里有一个插扣，把这块面板解锁打松，然后稍微的拉起来，撬开一点点。这个时候 腿整个的拉开，顺着根部轴的这个滑槽把它拉宽，接着侧面的这一片就可以往上回归，贴合到上方去。脚后跟这里折过来，然后一个双关节先填平，再把车头的位置双关节错上来，前方这一块的机盖对合。 最后再根据这一块大腿的双段关节压下来。腿部的这个变形过程还是比较简单高效的，无非就是大腿的这一块来回环状的旋转，要稍微理清一下顺序，别给它转乱了。这里的脚尖双关节提上来扣住，这个时候2条腿就可以结合锁在一起了。
全部密合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车顶子的这一块先放下来，通过根部的双关节夹好位置，对齐。尾部的这一块放好，把车侧面的这半个旋转过来，先把这些地方都插住。这两侧还有后边的尾巴，全部插好以后，上方在这个位置还有2个插口，跟腿部进行结合固定。尾部这里的窟窿就可以把武器搭载在这儿。好，光速的这辆小车我们就变形完成了，整体的密合完整性还是非常好的，这些缝隙对都特别的齐，推车滚动很丝滑。轮毂这里还有轮胎上面都有不错的纹理刻画，包括整体的变形难度也不高，理解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就是大腿这一块套这个圈来回旋转，记住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来看钢边，头部这里也是球形关节360度旋转，平举胳膊也能举得挺高，360度旋转，这个地方都是轴啊，并没有球形关节，这个就很好。二头肌左右旋转，胳膊肘这里变形的需要也有2段的转轴关节，所以曲臂的幅度还是挺大的。手腕可以旋转，腰部360度，但是这一块要弯腰呢，你得稍微的往出拔一点点，利用到合体的这个手肘的关节，别拉这么高，稍微的拉出来，就可以实现弯腰了。前踢、后踢、侧踢都没啥问题。大腿根部360度旋转，膝盖这里2段关节屈腿的幅度要比光速大一些。脚底整脚的接地效果。这2把武器除了握在手里边当枪使，还有一个搭载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把握把折起来，打开背包的这一层，顺着侧面这里的一个方槽，把这块夹进去，回归。2个炮放成了背包的感觉，哎，这个样子看起来也是不错的，而且这样搭载的话，就没有了肩膀上边高耸入云的2个炮，那个就太支棱了。哎，这个长短，而且背包的这个形状也很好看嘛。腿部这里也全部包裹的严严实实，身上没有特别多的头胶空洞的露怯地方。别看是一个小比例啊，完整性很好。我们进入钢边的变形过程，首先背包的这2条拉开。把这个炮先卸下来，也是先从胳膊变起，先把手藏起来，手腕拧一个90度，再往里折。其实这一块手腕折不到底啊，只需要把这个面折平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盖上，这个小翅膀折起来，然后通过这个双关节缩短它，把这里旋转一个90度。背包下方这里有2个遮盖的板子，也像是做出来2个喷气口。我们把这一块 Z 字折叠打开。然后把这2个喷气口折进去，整体的延展。好，接着把这一块脖子拉开，打开这一块盖子，顺着里边先把这块脖子，它是2层的夹板啊，把它打开以后，这里出现一个方孔，不好抠的情况下，用这个炮顶一下，把这一层盖子再打开，然后再把胸甲的这一片盖子打开。整体的90度往上提，提上去之后，中间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板子，顺这里顶一下，把内侧的这半拉给它翻出来。胸口的这2层板子，一个向外，一个向里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之后，我们把脑袋旋转180度，顺着根部的脖子往里贴，贴成这样的角度，然后从这个窟窿给它钻过来。钻过来之后，黑色的板子顺势就盖在这儿了，哎，红色的板子再盖上来，白色的板子盖在机头，这样子去隐藏这个脖子的一个形式啊，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变形起来可能第一次绕一点啊，但是变完了以后的处理效果，主要是为了遮前后左右各个位置的空洞，倒是堵得严严实实的，蛮好啊。腰部这时候就可以旋转个180度了。上边的这半个深红色的零件翻转180度折下来，然后手臂和腋下这里有一个扣子，我们插一下。这就是刚才我们翻转90度胳膊这里有一个缺口，
对一下。接着把裙甲中间的这一块提起来，就抬起一个中间的位置，挺对味的。脚尖往下旋转90度，注意这一块脚背上有一个缺口，刚好把这个垂直尾翼拉起来的缺口堵上，算是定下位置，锁定住它。翻到腿肚子来，后边的机翼打开，整体的旋转，在背后这里和腿肚子上方这里有一个缺口，插合的锁点给它抠开，延展。最后一块机翼啊，摆成这种弯下来的感觉就好了。打开它，顺着这一块腿板往出掀，它是2层啊，掀出来以后把这块再折叠锁上，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缩腿合体战争式，把它夹进去。哎，这个时候中间有一个扣子，就可以把双腿结合锁起来。然后后裙甲这里有2个窟窿，对应2个腿板上面的扣子结合，盖这个顶盖。后边这里翻起来的尾喷上面有2个插口，好，对应这里结合。武器卡在肩头上，插住。好，钢边的这个科幻战机形态我们就搞定了。样子来说还是挺酷的，还有小时候打游戏机的那种感觉啊。而且主要各个角度来看，因为脖子这一块的一个独特的板件设计啊，下方这里、前方这里堵的都算是严严实实，而且身上的细节做得很丰富啊。这一套大酱设的计算王，别看是小比例啊，身上那种就是很机械式的那种堆砌起来的机械美学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尤其这个钢边在机身的这一块啊，这块的感觉把背包延展开盖上去以后的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。2款的变形设计都不难，但是在一些细节的转换过程中，又颠覆了以往我们在 G1当中认识的那个所谓的理论上应该结合的概念。可不得不说，处理完成的效果也是极好的。那我们顺势来把它变成合体的形态。钢边的合体形态变形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们先打开这一块的盖子，然后整体的拉长。这里的拉长是直拉腰部中间的这个滑槽，腿部这里不要动啊。然后顺势打开2个胳膊的关节，顺着这里把双关节拉长，往后旋转90度，结合的位置在暗红色零件的边缘有一个凸起，和小臂这里折叠扣上，固定一下。侧面这2个小翅膀呢，我们对折一下。胳膊处理好之后，主要还要翻出里边的合体连接部件。我们把这个盖子先打开，整个的撬松。脑袋顺着里边钻出来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，然后把这一块合体的连接器从这个盖子里面给它顶出来。这个时候这一块板子就用不到了，我们把它插回去，脑袋往后翻。这个时候头顶这里会出现插扣，很明显的这里固定结合，白色的盖子再扣上。最后翻到背包来，把这2个尾喷的盖子露出来，对折一下。我们把这块腰部的转轴转过来，大手顺着这里边的滑槽把它插到底，然后翅膀对折，团起来，卡回小腿的根部。再来看光速，先把这一块抠开。2条腿解锁开，腾出中间的空间，我们需要把这一块的顶盖给它抠起来。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，往上搓一下，顶开，打开侧面这里所有的插扣，把胳膊解放出来，所有的扣子全部拉松，车顶这里撬开。这一块拉起来，把2个肩膀深灰色的零件拨开，先把它炸开，再把胸口这块打出来。后边这里有2个插扣啊，这2块零件夹住以后是锁定它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合体的关节
释放出来，再往上回归，注意脖子摆正。先把这两个插扣和背包这里连接住，然后再把它夹住，二次锁定，肩膀摆成一个90度。这块车顶盖子根部是双段关节，我们把它双关节往前拉一格，然后侧裙甲再把它支棱开，打横，把这两个扣子露出，腰部回归。现在就需要结合了，它其实是一个抱甲状态的。两个车头密合在一起，这两块的顶盖折好。接着我们把外侧的这两个圈旋转90度放下来，不是光折脚尖啊，外侧的这一圈整个放下来。车顶往下放的时候，这里又有两个插扣，跟前方的机盖这里进行固定。接着手臂内侧这里的插扣跟侧裙甲上方这里结合。上边武器这里摘掉，把背包完全的贴合好，那这条腿的基本形态就有了，像是把一个车专门的爆粗了以后的感觉啊，爆甲形态爆开了。但是这个现在肯定是不稳定的，就要掏出这只脚来，先把脚后跟这里拉一下，拉松，这里边有个扣子，我们把它先拔出来。拔出来以后，才能翻转脚底下这块左右连接插扣的盖板，把它翻好，再把这个脚心的零件装回去。结合的时候，先把下方这里的滑槽顺着脚踝关节滑到底，然后和裆部位置结合有一个很粗的桩子，把这里扣住，锁紧。腿肚子这块加强了以后啊，又起到了一个支撑的效果，左右接地，这里是独立的关节，脚尖这里还能活动一下。最后单体小强富裕的部分呢，我们把它折开，顺着腿肚子后方这里有一个窟窿，可以把它收纳在这儿。好，这两款的组合形态我们也搞定了。其实变组合形态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它是利用到了一些配件进行转换，但是最后起码这些配件还能组合出来了一个炮台。回头想想啊，我之前还没做那个钻探机，稍后也得把钻探机的那个补上啊，最后咱们再进行合体。总体来说吧，做工用料材质做的都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完成度3个形态的效果其实也都可以啊。小级别的比例放在手里边玩，又会有一种很精致的感觉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回小比例的钢边和光速大酱蛇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